西施，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星，那个美丽、智慧、深藏心计的女子，究竟凭什么成为中国4大美人之一？她的美貌是天赐的恩宠，还是一场政治博弈中的棋子？为何她的名字至今能引起世人无尽的遐想与讨论？从史书中的简短记载，到民间传说的波澜壮阔，西施的一生几乎被谜团笼罩。今天让我们从她的一生出发，追溯她如何在乱世中谱写了一段壮丽的悲歌。西施，那个美丽的名字，不仅在古代文人笔下频繁出现，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符号。她到底是天生的美人，还是历史的棋子？她的美丽究竟是上天赋予的恩宠，还是命运的捉弄？西施的一生无疑是命运与机遇交织的产物。西施，姓施名无由，出生在春秋时期的越国，今天的浙江绍兴。她的一生充满了神秘与传奇，尤其是她的出身。很多流传下来的故事告诉我们，西施来自一个普通的渔家。想象一下，那是一片苍茫的大海边，渔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西施可能就是在那种环境中诞生的。然而越过时间的河流，我们能感受到的却是她的美丽早已名扬四海。世人称她为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这4个字已经成为了绝世美女的代名词。放眼古今，无人能出其右，特别是在大元大义统治中，提到她美貌时，便用了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样的夸张手法，极尽赞美之能事，美丽到让鱼儿沉入水底，鸟失去飞翔的力量。这样的描述仿佛是在告诉我们，她的美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是能改变自然界秩序的力量。但这美丽究竟是天生的福气，还是命运的安排呢？在某些史实中，西施的背景并非像民间传说那般单纯。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西施的家族可能并不贫困，甚至有可能与越国的高层有所联系。无论她的家世如何，西施的美貌总是无法掩盖。她如同一颗星辰，在春秋的夜空中熠熠生辉，而她的美也逐渐成为了国家博弈中的一颗棋子。越国在春秋时期可谓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吴国的威胁迫在眉睫。吴王夫差，那个以勇武著称的王者，像一把锋利的剑，悬挂在越国的头顶。范蠡和文种等越国谋士，为了减轻吴国的威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策——美人计。他们认为，通过送美女进入吴国宫廷，使得吴王沉迷其中，进而分散他对越国的注意力。这样的策略或许能为越国争取到生存的空间。于是西施与其他几位美女一起被选中，成为了美人计划的关键棋子。但为什么是西施脱颖而出，成为了最关键的那一位呢？她的美丽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否只有美丽这一点足以让她走到这一步？可能不仅如此。西施的容貌柔美中带着一种无言的坚韧，她的气质或许正是能引起吴王夫差深切迷恋的所在。她不仅仅是一个美人，或许她的内心深处还有着某种超越常人的聪慧，能够洞察事物的复杂与深度。当西施最终被送往吴国，开始她的宫廷生涯时，情形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般浪漫。她成为了吴王后宫中的一员，但她的心情却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她是在完成使命，还是在牺牲自己？她的每一个微笑，每一个眼神，都可能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她是否心甘情愿地进入这一场政治博弈？她的内心又如何承受这一切？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没有明确的答案。西施与吴王的第一次相遇，被史书和传说描述得无比浪漫，却又充满了冷酷的现实。
她不仅要用美貌迷惑吴王的眼睛，还要忍受内心的煎熬。她是越国的间谍，是一颗精心布局的棋子。她的美貌是她唯一的武器，而她的心却早已被这场权谋所折磨。每一次与吴王的交锋，都是一场心灵的战斗。她在迷惑吴王的同时，也在与自己的良知和命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然而，她的美人计最终还是成功了。吴王夫差完全沉溺于西施的美貌，他的警觉渐渐消失，甚至忽视了越国日益强盛的事实。越国在这一过程中趁机复兴，发动了卧薪尝胆计划，一步步实施自己的复仇战略。而吴国随着西施的出现，逐渐走向了灭亡。范蠡和文种的策略也终于得以实施，越国实现了自己的复兴，而西施则成为了这场政治博弈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西施凭借她那惊艳的美貌，让吴王沉迷其中，也让越国获得了喘息之机。而她的命运早已与越国的兴衰紧紧相连，她的故事成为了美与权力、智慧与牺牲交织的历史篇章。西施的美丽成就了越国的复兴，也让吴国走向了灭亡。她以自己的魅力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让越国有了喘息的机会。那时候，越国正处于极度的困境中，吴国几乎将其压得喘不过气来。西施的出现成为了那段历史中的转折点，越国借此展开了卧薪尝胆的复兴计划，并逐步取得了对吴国的胜利。然而，西施并不是单纯的美人计的执行者，她的角色远远超出了外表的光彩。她在这场国家复仇的历史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象征，她代表了越国的坚持与抱负，代表了从屈辱中崛起的力量。欢迎来到以墨说史，在这里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有名的人物，解锁古人一生的奥秘。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订阅，一起踏上这段启发心灵的时光旅行。但西施的命运并没有因为越国的复兴而迎来幸福的结局。在吴国灭亡后，她的人生似乎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奖赏，反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很多史料中提到，西施在完成了她的使命后，是否被抛弃成了一个谜。有的说法称她被送回了越国，成为了一个名誉上的胜利者。然而，她的内心是否得到了真正的安慰，还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深渊。也有一些说法认为，她的结局更加悲惨。在一片深深的绝望中，她选择了自尽，结束了自己为国家、为复仇奉献的一生。最令人痛心的部分，或许就是西施的投水。关于她投水自尽的传说，至今仍然没有定论。她到底是因深感无望而跳入吴江，还是在寻求解脱时做出了这一决定？这个谜团成为了人们不断思索的课题。有些人认为，西施或许并未选择死亡，而是最终走向了自我解脱的终点。她经历了那么多的折磨与牺牲，最终她是否能在心灵上得到救赎，或许只有西施自己知道答案。尽管西施的命运充满了悲情，但她的故事却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文化与文学。自唐代起，西施的形象逐渐从历史的悲情人物转化为浪漫化、理想化的典型。她成为了中国古代4大美女之一，与王昭君、貂蝉、杨贵妃并列。西施的形象被塑造成一个悲情美女的代表，她那份坚强与牺牲精神，让无数文人感怀不已。无论是在诗词、戏曲，还是在小说中，西施都成为了文人笔下的常见题材。她的故事充满了戏剧性与哲理性，也因此成为了无数文人探索命运与美丽关系的灵感源泉。西施的美人计影响深远，
至今仍然是历史与文学中的经典策略。他不仅成功让吴王夫差迷失了自己，还让后世无数政客、军事家从他的故事中汲取智慧。他的《美人计》远远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的单纯意义。它不仅仅是一次个人的胜利，而是对权力运作与政治博弈的深刻洞察。西施成为了许多政治权谋故事中的经典借鉴。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权力的游戏并非只有雄强的武力，智慧与魅力的结合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更深层次的，西施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女性命运与权力的深刻反思。在那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西施并非单纯的美丽花瓶，她的美貌与智慧成为了她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资本。在这场游戏中，西施的角色虽然被塑造为一个悲情人物，但她的故事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女性在历史中的隐秘力量。她用自己的美丽为国家换取了时间，但她的心灵却在权力的博弈中深受摧残。她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如何在强大的政治漩涡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西施的命运注定了她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象征。她的美丽，她的牺牲，她的智慧，以及她无法摆脱的历史使命，构成了一个既令人钦佩又令人心疼的悲壮传奇。她的故事无论如何解读，都会在历史长河中激起层层涟漪，提醒我们在面对命运和权力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理解美丽与智慧的真正意义。西施的一生像是命运与历史交织的长卷，从她的美丽到她的智慧，再到她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部分都充满了复杂与矛盾。她究竟是历史的牺牲者，还是命运的掌舵者？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她的理解与评判都会有所不同。她的美丽是上天赐予的恩宠，还是她用来改变历史的工具？她的智慧是否真能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性如何巧妙地在权力的游戏中占得一席之地？她的命运注定了她成为政治博弈中的一个棋子，还是她深藏心机，在命运的洪流中悄然掌握了自己的方向？这些问题似乎永远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正是这些谜团，让西施的故事充满了魅力与吸引力。无论如何解读，西施的名字与她的悲剧永远不会被历史遗忘。她的美貌与智慧已经超越了个人的范畴，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一个深刻的符号。每当我们提到美人计或沉鱼落雁，西施的形象便不自觉地浮现在脑海中。她不仅仅是古代4大美女之一，更是牺牲与命运、智慧与力量的象征。她的故事不仅影响了无数文人墨客，也成为了后人探索命运与选择、权力与牺牲的永恒话题。西施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伤，它深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女性在历史中的复杂角色。她用自己的美丽为越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却也在这场政治博弈中迷失了自己。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复杂世界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的故事。她的命运提醒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只能是那个被推向命运之轮的人。然而正是这样的角色，使得她成为了历史中永恒的存在。历史与传说的交织，赋予了西施无尽的魅力和深刻的启示。她的悲剧不仅仅是一段过去的历史，更是一个永恒的教训。她的命运让我们看到了权力背后隐藏的无情，而她的智慧又让我们反思，在动荡的世界中，如何运用自己的优势，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西施，一个历经风云的女人，她的名字将永远烙印在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成为美与智慧、牺牲与命运的代名词。所以，西施到底是历史的牺牲者，还是命运的掌舵者？
或许他既是牺牲者，也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传舵。他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人性中最复杂的一面，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也提醒我们在面对人生中的每一个选择时，如何更加从容与智慧。